火力军在之前的节目里讲到了乌军正在对莱曼地区发动猛烈攻势，这才没过去几天，乌军的进展就大幅度超过了火力军的预期。根据最新消息，莱曼已经被三面包围，甚至有乌军已经攻入市区。现在也有部分俄军陆续逃走。为了打这一场围歼战，乌军甚至不惜把北顿双子城的军队都调过来了。但目前的包围圈里的区域不仅仅是莱曼一座城，乌军目前已经夺取了战略要地叶卡捷林卡村。俄军在莱曼和德洛比舍沃一侧防御就异常艰难。目前俄志愿军巴尔斯第13部队还在顽抗防守，但俄军的补给线已全部都在乌军火力控制之下。乌军从莱曼西部和南部侧发起进攻，就将能切断莱曼公路仅存的补给线，因此这一仗估计还要打上好几天。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，口袋中的俄军被包了饺子，无论是选择坚守待援还是仓皇逃跑，这些俄军士兵的命运恐怕都是在劫难逃了。对于乌军而言，只要莱曼还在俄军手里一天，斯拉维扬斯克就永远是一个前线地区，在此地就必须布置相当的兵力，因为容易受到俄军的炮击，并且该地区就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物资集散中心。因此，乌军在开战初期时候就把顿巴斯地区的大后勤节点设在巴赫姆特，然后才是斯拉维扬斯克地区。在乌军眼里，莱曼早就是势必要拿下的据点。其实从解放伊久姆的那一刻起，莱曼的解放就只是时间问题了，关键是看乌军能不能速胜。此前由于伊久姆南部有一大片森林，乌军清剿俄军残兵败将花了近2天时间，再加上俄军第3军和中部军区的部队迅速增援了莱曼，因此乌军在12至13日对莱曼的进攻均被打退。而对于俄军而言，莱曼是重要的战略枢纽，甚至与伊久姆相比，莱曼的军事价值都更为重要。莱曼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交界处的一个交通枢纽，也是目前俄军距离重镇斯拉维扬斯克最近的城市，是斯拉维扬斯克北向的一个前出防御点。同时，莱曼对于哈尔科夫州和北顿涅茨克也很重要。库皮扬斯克所在的哈尔科夫地区被奥斯科尔河一分为二，由于苏联时代在这儿截留了水库，乌军如果想到对岸，只能修桥架浮桥或者从莱曼绕行。莱曼本身处于南部支点，无险可守。俄军欲守住莱曼，只能守住西边的奥斯基尔河防线。但现实情况是，9月24日，乌军突破了莱曼北部的防线，开始向后方进行战略穿插。而俄军由于兵力不足，在后方没有成体系的防线，乌军一路占领多个据点。9月26日，乌军开始在莱曼东部的北顿涅茨河架设浮桥，运输重装备和人员。乌军每天都会从南部2个方向对莱曼发起攻击，从而压制住俄军主力，然后利用兵力优势逐步清扫外部据点。而俄军由于兵力不足，大部只能龟缩在莱曼城内，因此乌军很快就渡过了奥斯基尔河，并建立了桥头堡。至此，莱曼已经陷入了3面包围之势，估计用不了几天，我们就能收到莱曼解放的消息。讲到这里，不知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，如今的战场形势已经彻底攻守转变，俄军早已陷入被动防守的境地，乌军早已不是开战时缺枪少炮的弱旅了。光波兰等东欧国家送来的 T72 坦克就有500辆以上，加上本国和美国送来的，累计共有2500辆坦克。火炮方面，北约国家累计援助超过800门，波兰等东欧国家支援的苏式火炮至少1000门，外加乌军自己的火炮2-3千门，弹药供应更是能敞开了打。美军一年生产的155毫米炮弹全部支援乌克兰，更别提英法德等西欧国家。美国、德国还送来大约1000辆美制装甲车，至少3万个单兵反坦克导弹，1万个毒刺单兵防空导弹。战机方面，乌军现有东欧和美国送来的至少200架米格29，并且被大量改装成能够发射 AGM-88 反辐射导弹的反雷达利器，还有大量的直升机和北约预警机协助。现在乌克兰方面有70万常备军，3000余辆坦克，1500余辆装甲车，3000门火炮，500余架战机，士兵还人手1部标枪或毒刺。反观俄军才20万人，2000多辆坦克，2000余门火炮和600架战机，并且俄军目前的状态也只能勉强维持，无论从人手还是装备，从质量还是数量，都全面落后于乌军。唯一的优势只剩远程导弹比乌军多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按照这样的剧本，别说给乌克兰去纳粹化了，俄罗斯能不能守住刚吞并的4个州都是问题。而普大帝要动员30万预备役，真能如了他的愿吗？为这场不义之战而上战场，俄罗斯国内的民众都看不下去了。
军事动员正在遭到暴力反对，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逃避征召了。俄境内伊利姆斯克的一个征兵中心就发生了枪击事件，一名枪手用手中枪管猎枪对当地殡仪局局长开枪。在伏尔加格勒同样发生了暴力抗拒动员，当地军队登记和入伍办公室大楼遭纵火。自从俄罗斯政府进行局部动员后，俄罗斯各地就爆发了抗议示威，这些活动无一不遭到俄罗斯军警的强力镇压。很多被捕的抗议者更是被当场开出了征召通知书，并且俄罗斯政府部门还在征召工作中更加野蛮粗暴。原本按照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说辞，只会征召预备役和退役军人，并且还有年龄等各种限制，但实际工作则毫无下限。很多超龄退役军人和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平民被征召，还爆出了训练1天就被送往乌克兰送死的消息。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已经在官方层面上默认了，任何反对动员、反对战争，或者在其他方面对克里姆林宫不满的俄罗斯人，都会被强制征兵送上战场。火力军认为，这样简直是自掘坟墓，将这些反战人士送上战场，能指望他们形成战斗力抵挡乌军吗？他们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长官就不错了。而乌军这边，此次的进攻显然不会单单以解放莱曼作为结束。上次的哈尔科夫反击战，乌军差不多打了有5-6天，一直把携带的给养和弹药消耗的差不多之后才停下来。这波攻势现在才持续2-3天，乌军目前应该还有继续冲击的势能。接下来估计斯瓦托夫将是下一个解放目标，或者在夺取莱曼后一直向东，逼近或直接拿下克里米纳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。总之，乌军的脚步将是军心涣散的俄军所无法阻挡的。现在的俄罗斯与1918年被迫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苏俄十分类似，当时苏俄对德军也是全线溃败，最后是弗拉基米尔·列宁力排众议，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条约。然而没过几个月，又因一战结束德国战败，列宁趁机废除了条约。这个条约实际只存在了9个月，却拯救了无数俄军士兵生命，为刚刚诞生的苏联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。如今姓名里同样带着弗拉基米尔的普大帝，眼见就却要解体俄国了。列宁缔造苏联，普京解体俄国，这对比何等的强烈！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认为乌军多久能够解放莱曼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